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三。昨天呢，我和一个朋友呢在聊这个美股投资的这个事情，主要呢是对未来预期的一些判断。那我的朋友呢，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最近股票做的怎么样啊？”他说他亏惨了，最近股票都跌。他说去年赚的钱，今年都就前面2个月都亏掉了啊。那么我的观众都知道啊，我在3月10号左右，2月10号，就1个月之前的1个星期里面，我连续录制了几个视频，说我投资的比特币相关的股票啊。那么到现在1个月左右呢，我差不多回报是40%啊。那么去年也是的，去年其实我的回报差不多接近200%吧，就2倍啊。那么去年，而且就是我在去年的11月，我就把我主要的这个回报呢给变现了，就卖掉了啊。那么后来我就用一个小的账户做着玩，是吧？那大家也看到，看我视频的都知道，我小的账户就3个月也成功的就是翻倍啊，达到了100%的回报。1个多月呢，达到了50%的回报啊。所以就是，今天呢，我这个视频呢，也就是想和大家，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就是美股现在，在一个逆势啊，就是行情不好的时候是怎么赚钱的啊，我是怎么想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啊，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在那1个星期录的视频，就是上个月这1个星期录的视频。那因为那个星期我连续录了好几次，对吧？就是说，很多人他做视频，他说我今年赚多少钱，我明年赚多少钱，他是马后炮啊，就是他事先他没有就是告诉大家，我是这个股票还没涨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就是告诉大家了，我同步的，对吧？所以我是绝对的就是100%真实啊。那么账户呢，我就不想在这个展示了啊。其实我从来不想去展示账户，但是呢，我之前因为看了别的博主这么操作啊，所以呢，我又想，因为投资是投资，做视频是做视频，我就想做视频是不是要这么操作？那后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为有一点低俗啊，所以我从今以后我就不再去展示这个视频了啊。我觉得呢，要身形合一啊，就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你真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就是你在投资、你在思考、你在操作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啊。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引申啊。我觉得呢，很大的一点就是像这个股市呢，它就像一个茫茫的一个乱世啊，就是这里面什么都有，对吧？就像一个大的市场，那这个市场里面有垃圾有黄金有可能看起来像垃圾的黄金，反正什么样的东西都有。你一个眼睛你是很容易被干扰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起起伏伏，就是我们在股市里面去赚钱，很多时间是要遵从，就是说最初的那种想法，就是你要坚定你的内心。就像我去发这个很多视频，那个星期，很多人在我那个留言，就是我发视频留言里面说什么我是一个资深的过来人，我告诉你这个比特币肯定会跌的马上要跌到多少多少就是意思说我这个投资是要亏钱的，对吧？那现在1个月过去了，我已经赚了40%。那么我当然不是说我去说告诉大家你看我赚了40%，你们都很傻，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说就是说噪音是很多的，就是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坚定你自己的想法。那么有些人呢，他坚定嘛，他在不好的时间他坚定了，就是有噪音的时候他就坚定了。别人说不好，
他说啊我不卖，我要放着。但是它刚刚涨上去一点点，他给它卖掉了。那这种也是半途而废，也是不这么坚定啊。所以这个坚定就是你要在最差的时候你要坚定，你要在好的时候也要坚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换作专业术语来讲呢，就是说你要拿得住仓位啊，拿得住仓位。那有很多著名的投资家都会有很多名言，对吧？比如说，没有比手里没有仓位啊更那个让人烦恼了什么啊？就是说我手里一定要有一个仓位啊，有这个股票，对吧？这个是投资家的一些名言啊。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啊，就是我很喜欢巴菲特先生啊，这个我直言不讳，对吧？虽然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投资的大神啊，都是觉得，巴菲特因为他爸爸是什么国会议员啊，对吧？反正意思说，因为别人是一个呃家庭有背景的人，所以他才成功啊。那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啊，因为家庭有背景的人，就父亲给了很好的资源，结果自己就是失败的人也很多，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他自己啊。那么投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巴菲特先生他为什么住在一个奥马哈的一个小镇啊？他没有住到纽约，没有住到什么华尔街，对吧？因为那里才是就是投资集中地嘛，是吧？才是一个最繁华的一个地方啊。像那个 J.C. 利弗莫啊，他就跑到那个什么华尔街，对吧？然后他开了一个什么一栋楼上最高的一个办公室，对吧？那最后呢，啊，他的结果并没有那个巴菲特先生这么好，是吧？虽然他也是投资传奇人物啊。那么我呢就觉得呢，欣赏或者说尊重巴菲特先生，有一点啊，也是处世的哲学啊，就是他虽然很有钱，他赚了很多钱，他从投资当中啊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呢，就是他还是生活对吧？就是说非常的节省啊，他安于就是在奥马哈这样的一个小镇上啊，过着这种平静的生活。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他成功之道啊，就是他远离了很多很浮躁的东西。那么我自己呢，因为我现在也住在一个欧洲的西班牙的一个小镇上，呃，其实我过去呢，应该来说也是一个挺浮躁的一个人啊，就老实说啊，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完全是年龄的问题啊，因为以前我老觉得我还年轻嘛，二三十岁的时候浮躁是很正常的嘛，对吧？但我现在想想看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啊，就是说和环境很有关系啊，因为比如说我从小在上海出生长大，然后我去香港工作，我去日本工作啊，就去的都是一些大城市，或者说比如说我出差到国外啊，我去到比如说纽约，到什么巴黎，到马德里啊，都是一些大城市。就大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就是说人的这种竞争心啊、好胜心啊、攀比心啊，或者说，嗯，总之吧，就是说心灵上没有那么的平静啊，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呃时间，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那种呃心态上就不想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思考啊。但是我在这个小镇上呢，我觉得我的心就慢慢的沉下来了啊。就是说我更多的时间呢，我就去思考。你比如说像我朋友，他就很好奇，他说你并不看好比特币，你也不懂比特币，你为什么要去买这个比特币的股票呢？就是说像这个什么 Coinbase 啊，像什么 MST 啊这种，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得益于什么？就是我在小镇上的无聊的生活，无聊的生活，它让我就是说
更多的时间我就要去阅读啊，我要看更多的东西，那么就对这个也感兴趣，对那个也感兴趣啊。那么加上我这个人呢，有一点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啊，就是说我喜欢一个事情我不懂，我就要把它去尽量吧，让自己能够更懂一点。所以呢，我就会更深入的去研究一个东西。那么，我觉得在小镇上的平静的这种心态呢，就让我不会跟着很多就是噪音吧去跟进，对吧？比如说大家都在喊这个股要涨，那个股要涨的时候，或者说眼红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能够比较平静的面对这一切啊。包括就是比如说我在买进的时候，可能我并没有买在最低的价格啊，那么它继续在向下跌，对吧？那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他说你要不要补仓啊？他说我要补仓。那像我呢，我就不补仓，是吧？因为我能够面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投资这个东西啊，对我来讲，它就像水一样啊，我就觉得我能够面对啊，它这个水它一会儿现在遇到了阻力，它就分开了，但是过一会儿它又汇合在一起了，对吧？我就觉得就是说，呃，可以等待嘛，可以面对嘛，啊，我就不会有这么急的这种心态啊。所以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很成功，比如说像那个写《三体》的一个作家啊，叫刘慈安啊，还叫刘慈欣吧，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呃，他就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城，他写出了这个非常厉害的著作，是吧？所以我觉得小镇做题家这个事情呢，有点道理的啊，有点道理的。我觉得更多的呢，就是不是说大家都要住到小镇去炒股票啊，或者说怎么样，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想办法尽量的让自己的心态做到缓和啊。这一点呢，我还要引申到下面一点啊，就比如说做油管啊，其实做油管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要把一个频道经营的好，你要考虑观众的感受啊，你要考虑你做的这个内容啊，你要就是这样思考那样思考。我的频道呢，在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就是把它做好的啊，我实话实讲，因为我做了也做了，花了点时间，然后也一直没有什么回报嘛，对吧？那我也看到别人的频道，比如说做得好，你说我心里面会没有一点想法吗？肯定是想把频道也做好的。包括我还买了这么多设备啊，什么麦克风啊，还有那些呃剪辑用的电脑啊，反正乱七八糟的吧，花了不少钱。但是我最终我想了一想，就是我到底要去做一个成功的投资者，还是我去做一个成功的油管这个创作者？因为一个呢，就是我必须完全尊重，就是我自己的本心，就我自己怎么想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要做到这一点，对吧？就是说，你必须要尊重本心，因为投资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我发现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你的心不能够有那种很虚假的，或者说有那种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的。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真实的一个投资的市场，明明啊你现在已经恐惧了，你害怕了，你这个股票你不敢再去持有它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拿不住的。但是如果你很坚定的，你就能够拿得住，包括你后面赚钱也是一样，对吧？包括就是很多人他买股票，为什么我说不要去买自己不懂的？因为你如果不懂，别人跟你说一个股票，但是你有时候人对自己都没那么相信，就尤其是你如果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那么别人跟你说，你就更怀疑了。涨的时候
可能你就赚点钱也还好，亏了一点，你就开始觉得，哎呀，我其实并不看好这个股票，是那个人说的啊，看来我上当了，对吧？所以你就会卖掉。这个我觉得是大部分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搞了半天呢，是自己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啊。所以我当时也就很犹豫，我要不要把这个油管就完全的去考虑怎么样去多做点盈利啊，多赚点钱啊，还是尊重我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就不要欺骗我自己，对吧？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这里我生活明明没有那么好啊，那么我要如果欺骗别人，我说我过得很好，我每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那这种其实也是一种表里不一，你就会输在你自己给自己创造的一种谎言的语境里面。因为人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人的一个脑子啊，如果你好好的发挥它，你用在正道上，你就会成功啊。如果就是说你并不想这样，但是你就为了去赚这点钱，你那么做，那就会走向不好的一条路。就像我有一个朋友，那么他是个外国人啊，我跟他就聊天嘛，那我就跟他说做油管这件事情。那么我感觉反正他是很适合做这个东西，因为他确实是一个歌手，唱的也很好啊，是个外国人啊。那么我就跟他讲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说我认为你会做油管会成功，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愿不愿意就是做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喜欢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喜欢油管，你不喜欢就是靠这个东西去分享你自己，那么我认为纯粹从赚钱的角度上去做一个频道，这没有意义。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啊，就有可能你本来做别的东西你会更成功啊。所以呢，又把话题讲回来啊，就是说最终我思考了一下，我认为呢，我还是要坚定的去做一个投资者，就是我是怎么样想的，我就怎么去投资的一个人啊。油管可以作为一个我分享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怎么分享我就怎么分享啊。但是我不想把它成为一个变变成一个赚钱的，变成一个就是我觉得讲话啊，就你分享点东西，还要去整天想着去赚别人的钱，是吧？当然，我不是说去批评别的人家从事这个东西的人，因为人家真的可能喜欢这样去做这个东西去盈利，对吧？那对我来讲的话啊，我就觉得，如果我做了一件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在投资理财上面，我会失去我的一种就是正常的心态环境啊。反正绕来绕去吧，我讲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不太能够听得懂，但是我已经尽了，就是我完全心里面就这么想的，我就告诉大家啊，好吧。那么今天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疑问呢，也可以给我留言，谢谢大家。